嫂子，你就帮帮我，以后我一定还你。小姑子张丽拉着我的手，眼里含着泪。什么帮你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帮你买房？我李文冷冷地看着她，你别装了，我妈都说了，你同意拿嫁妆给我凑首付的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笑出来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的嫁妆已经不是我的了，是他们张家的公共财产。3年来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嫁的是个好人家，没想到是一群白眼狼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们觉得我好欺负，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温柔的报复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文，28岁，结婚3年，丈夫张明常在外地工作，我就和公婆、小姑子住在一起。我性格比较内向，平时话不多，但心思细腻。结婚后，家里的钱都是我在管，每个月张明把工资打到我卡上，我负责家庭开支。我的嫁妆不算少，当年妈妈给我准备了祖传的金镯子、翡翠手镯、古董花瓶，还有现金15万，总价值大概30万。这些东西我都放在卧室的保险柜里，密码只有我知道。3年来，我一直以为这个家挺和睦的。婆婆张桂花爱唠叨，但对我还算不错。公公张建国话不多，人还实在。小姑子张丽今年30岁，还没结婚，有时候会抱怨找对象难。我以为我们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。后来那天，我发现了异常。那是一个周3的下午，我休假在家整理房间，打开保险柜准备拿点钱买菜，发现祖传的金镯子不见了。我心里一紧，仔细找了找，确实没有。那个镯子是我奶奶传给我的，从小戴到大，价值不菲。我走到客厅，婆婆正在看电视。妈，我放在保险柜里的金镯子，你看见了吗？婆婆头也不抬。什么金镯子？我没见过，就是我奶奶留给我的那个，黄金的，很粗的那个。哦，那个啊。婆婆想了想，没见过，可能是你记错地方了。我又问了公公和小姑子，都说没见过。我心里有点不安，但也没多想，可能真的是自己记错了吧。几天后，我又发现翡翠手镯也不见了。这次我真的慌了，2样东西都不见了，绝对不是巧合。我再次问家人，这次婆婆的反应有点异常。妈，我的翡翠手镯你见过吗？婆婆支支吾吾。哦，那个啊，可能是我收起来了。你收起来了？在哪里？我想想，好像是放在我房间里了。明天我给你拿出来。但是第2天，婆婆又说忘记放哪里了，让我再等等。我开始留心观察，发现婆婆最近出门很频繁，每次出门都很神秘，回来时总是鬼鬼祟祟的。我决定跟踪婆婆，看她到底在做什么。那天上午，婆婆像往常一样出门了，我等了几分钟，也跟了出去。婆婆坐公交车到了古董街一带，我远远跟着，看她进了一家古董店，在里面待了大概半小时，出来时空着手。然后她又去了金店一条街，在几家店里转了转，最后在一家叫和谐珠宝的店里停了很久。我不敢靠得太近，只能远远观察。大概1个小时后，婆婆才出来，脸上带着笑容。回家后，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观察。那天晚上，我偷偷检查了保险柜，发现现金也少了5万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晚饭时，我故意问妈，我保险柜里的现金好像少了一些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婆婆脸色一变，什么现金？我怎么知道？就是我放在保险柜里的钱少了5万。公公张建国放下碗筷，文文，
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谁会动你的钱？小姑子张丽也说：嫂子，会不会是我哥拿的？他最近不是回来过一次吗？婆婆立刻附和：对对对，肯定是张明拿的，他有事没跟你说。我看着他们的表情，心里更加确定了。那金镯子和翡翠手镯呢？婆婆又开始支支吾吾：那个在我这里，明天就给你。你昨天也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我这记性，年纪大了，你急什么？东西不会丢的。我没有继续追问，但心里已经明白了。当天晚上，我给张明打电话：张明，我保险柜里的东西少了一些，你拿了吗？什么东西？金镯子、翡翠手镯，还有5万现金。张明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我没拿，可能是妈暂时拿去用了，你别多想，妈肯定不会偷你的东西。那为什么她不承认？可能是有什么急事，不好意思跟你说，你理解一下，都是一家人。张明的语气很敷衍，明显是在搪塞我。我想到，可能全家人都在演戏。第二天，婆婆还是没有还我的东西。我再次问的时候，她反而开始发脾气。李文，你什么意思？天天问这问那的，是不是有病？妈，我只是想要回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婆婆冷笑一声：你嫁到我们家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你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。你一个外人，天天盯着家里的东西，像什么话？我听得直发愣。妈，嫁妆是我的个人财产，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。法律？婆婆声音更大了：你还跟我讲法律？我们家几十年了，从来没有儿媳妇跟婆婆讲法律的。公公这时候也开始说话了：文文，你妈说的对，都是一家人，计较这些干什么？爸，我不是计较，我只是想知道我的东西去哪了。你妈说了，在她那里，肯定会还给你的，你着什么急？小姑子张丽在一旁添油加醋：就是，嫂子，你这样多没意思，我妈又不是外人，暂时用你的东西怎么了？我看着他们3个人，心里彻底绝望了。这就是我生活了3年的家。当天晚上，我又给张明打电话：张明，你妈拿了我的嫁妆，还说我是外人，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你又胡思乱想什么？妈怎么可能这样说？你不相信我，我相信，但你肯定理解错了。妈可能是有什么急事，你体谅一下。什么急事需要偷我的嫁妆？别说偷不偷的，多难听，都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彻底明白了，在张明心里，我的嫁妆就应该是全家的公共财产。张明，我问你，如果你妈真的把我的嫁妆卖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你别瞎想。我说如果真的卖了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你别这么小气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我挂断了电话，心里凉透了。转机出现在一个意外的时刻。那天中午，我在厨房洗碗，无意中听到婆婆在阳台上打电话：丽丽，妈跟你说，首付的事你别担心，妈都安排好了。什么？你还差多少？40万？这么多？别急，妈再想想办法，实在不行，我再去把那个古董花瓶卖了。我的手停在了水池里，心跳加速。什么？你男朋友催得紧？行，妈明天就去办，反正李文的东西放着也没用，先拿出来给你应急，以后再想办法补上。你哥早就同意了，我们开过家庭会议，大家都觉得应该帮你。李文，他不会知道的，就算知道了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我听得双手发抖。原来婆婆偷卖我的嫁妆，是为了给小姑子买房。还有这件事，张明也知道，他们全家开过会，一致同意动用我的嫁妆。我放下碗筷，悄悄回到房间，关上门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过了一会儿，
我又听到婆婆在打电话：建国，你明天和我一起去看看那套房子。丽丽说，男方家要求必须全款，不能贷款。什么？120万？是啊，我算了算，李文的嫁妆加上我们家的积蓄，差不多够了。他同意了吗？我还没跟他说，不过他能不同意吗？我们家养了他3年，他应该报答我们。我听到这里，差点笑出声。养了我3年，我每个月把工资全部上交，负责家里所有开支，他们吃我的，用我的。现在反倒说是他们养我，我这才明白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从来不是家庭成员，只是一个可以随意剥削的外人。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我在床上想了很久，思考着该怎么办。直接翻脸吗？没用的，他们会说我小气，不顾家庭大局。找张明吗？他早就站在他们那边了。报警吗？我并不想这样解决，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计划。第2天，我开始暗中调查小姑子买房的事。通过和小姑子的聊天，我了解到她看中了一套120万的房子，男朋友要求必须买房才结婚，不能贷款，要全款。小姑子已经30岁了，这次如果结不了婚，可能真的要单身一辈子，所以全家人都很着急。我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，小姑子不仅已经交了10万定金，还承诺1个月内付清全款。时间很紧迫，他们确实需要我的嫁妆，我心里有了底。后来几天，我开始准备反击。第1步就是偷偷把自己的工资卡、信用卡都停了，理由是银行系统升级，需要重新激活。1周后，我的计划开始起作用。文文，你的卡怎么回事？我去买药刷不出来。婆婆拿着我的银行卡，脸色不好。什么？刷不出来？我装作很惊讶，可能是银行系统出问题了。我明天去银行看看，你赶紧去处理，家里要花钱呢。好的，妈。第2天，我回来告诉他们，银行说系统升级，需要1周时间才能恢复。1周？婆婆急了，那这1周怎么办？我看看有没有现金。我翻遍了钱包，只有300块了。300块够什么？要不你先垫付一下，我卡好了立刻还你。婆婆脸色很难看，但也没办法。第3天，小姑子找我聊天，嫂子，我有个事想和你商量。什么事？就是我要结婚了。真的吗？恭喜你啊，谢谢。但是有个问题，得买房。买房好啊，有了自己的家，但是我们钱不够，差的还挺多的。我故意问，差多少？差40万。40万？我倒吸一口气，这么多？是啊，我也知道多，所以小姑子看着我，所以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帮帮我？我帮你，就是借点钱，我以后一定还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丽丽，你知道我也没什么积蓄，40万我真的拿不出来。可是小姑子有点急了，可是我妈说，你有很多首饰，还有现金。首饰？什么首饰？就是你的嫁妆啊。我装作恍然大悟，哦，你说那些啊？那些是我的嫁妆，怎么能动呢？可是我妈说。你妈说什么？小姑子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我心里冷笑，看来婆婆还没有明说。又过了几天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。那天我正在家里看电视，门铃响了，开门一看，是一个年轻男人，手里拿着花束。请问李文在家吗？我是张丽的男朋友，我叫王强，今天特地来感谢嫂子。感谢我？是啊，张丽告诉我，嫂子愿意帮我们买房，我们真的太感激了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帮你们买房？王强也愣了。张丽说的啊，她说嫂子人特别好，一听说我们要结婚，就主动说要帮忙出首付。我的脑子嗡嗡响，她什么时候说的？
就上个月啊。我还说这怎么好意思。张丽说嫂子不在意，都是一家人。这时候，小姑子从房间里出来了。王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感谢嫂子啊。对了，首付款什么时候能到账？售楼处那边在催了。小姑子脸色煞白，看了我一眼。王强，你先回去，这事我和嫂子再商量商量。还商量什么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王强很困惑。张丽，你不是说嫂子已经同意了吗？我冷冷地看着小姑子。对啊，张丽，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买房的事？小姑子脸红了。我以为你会同意的。你以为？我的声音提高了。你以为我就应该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给你买房？王强终于知道不对劲了。张丽，怎么回事？这时候，婆婆从厨房里出来了。怎么了？吵什么呢？妈，嫂子不愿意帮我们买房。小姑子开始哭了。什么？婆婆立刻瞪着我。李文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反而平静了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帮你们买房？我的嫁妆什么时候变成了你们的公共财产？你的嫁妆？婆婆冷笑。你嫁到我们家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你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，所以你就把我的金镯子和翡翠手镯卖了。婆婆的脸色一变。我什么时候卖了？张桂花，你敢发誓你没有卖我的东西吗？婆婆不说话了。王强听得一头雾水。张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姑子哭得更厉害了。嫂子，你就帮帮我，以后我一定还你。什么帮你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帮你买房？我重复着引言中的话。你别装了，我妈都说了，你同意拿嫁妆给我凑首付的。小姑子说道。那是你们的事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这么冷血？小姑子指着我。我们是一家人啊。一家人？我笑了。一家人会偷东西吗？一家人会骗人吗？这时候，公公也出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吵？爸，你评评理，你儿媳妇的嫁妆是不是应该拿出来帮助家里？公公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婆婆，叹了口气。文文，你看，丽丽也不容易，30岁了还没结婚，你就帮帮她吧，以后我们一定还你。你也觉得我的嫁妆应该给别人买房，都是一家人嘛。我看着他们，心彻底凉了。我掏出手机，给张明打电话。张明，你现在立刻回来，家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你妈把我的嫁妆卖了，要给你的妹妹买房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我冷笑。那你现在回来，我们当面说清楚。我在外地，回不去。你不回来，我就去找律师。你敢？你试试看，我敢不敢？我挂断电话，看着面前的这一家人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把我的东西还回来，不然我就起诉你们。起诉？婆婆笑了。你起诉我们？我们是你的家人。你起诉家人？你们配做我的家人吗？李文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小姑子擦着眼泪。我们已经交了定金，如果买不成房，定金就没了，那是你们的事。你真的这么绝情？绝情？我气笑了。你们偷我的东西，骗我的钱，还说我绝情？王强这时候开口了。张丽，你们家这是什么情况？王强，你别听他胡说。小姑子急了。我们马上就有钱了。什么钱？就是。小姑子说不出话来。王强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，皱着眉头说：张丽，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婚姻。王强，你别听他们的，不是听不听的问题。王强摇头。我原本以为你们家人关系很好，嫂子愿意帮忙买房，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王强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王强转身要走。张丽，我们的事，等你们家的事情解决了再说吧。
王强，你别走啊！小姑子追了出去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了。婆婆瞪着我，李文，你满意了？我满意什么？你把丽丽的婚姻都搞黄了。是我搞黄的。我反问，是谁撒谎说我愿意出钱买房？是谁未经我同意就动用我的嫁妆？张桂花，你把我的东西还回来，这事就算了。如果你不还，我就按照法律程序来。婆婆气得发抖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家养了你3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，养了我。我笑了。你知道这3年我给这个家花了多少钱吗？你那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掏出手机，那我给你算算账。我每个月工资8000，3年就是28万，生活费、水电费、物业费，你和爸爸的医药费加起来至少25万。你告诉我，谁养谁？婆婆说不出话了。这时候，小姑子哭着跑回来了。王强走了，他说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。都是你，小姑子指着我，都是你搞的鬼。我搞什么鬼了？你就是嫉妒我要结婚，所以故意破坏。我嫉妒你，我觉得好笑。你哪来的自信？你肯定是嫉妒，不然为什么不肯帮我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。我站起来。一家人会偷东西吗？一家人会撒谎吗？一家人会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吗？我们没有偷。那我的金镯子和翡翠手镯呢？那是我妈暂时拿的，暂时拿去卖掉。小姑子不说话了。我看着这一家人，心里只有厌恶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把我的东西还回来，不然法庭见。说完，我回到房间，关上门。第2天，张明终于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找我，李文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的家人？我怎么了？你知道丽丽多不容易吗？好不容易找到男朋友，你就不能帮帮她？我为什么要帮她？因为你是我们家的人。你们家的人？我冷笑。你们家的人会被偷东西吗？妈没有偷，她只是暂时拿用一下。暂时拿用。我拿出手机，那你听听这个。我播放了前几天录下的婆婆和小姑子的电话录音。反正李文的东西放着也没用，先拿出来给你应急，以后再想办法补上。李文，他不会知道的，就算知道了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张明听完，脸色很难看。李文，你居然录音！我不录音，你们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那也不能这样，那应该怎样？继续装傻，继续被你们当冤大头？你不要这么说，我哪里说错了？我拿出银行流水，你看看，这3年我为这个家花了多少钱？那是你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气笑了。张明，你真的觉得我的嫁妆就应该给妹买房？你妹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。张明有点心虚，是互相帮助，互相帮助。我反问，你们帮过我什么？我们让你住在家里，住在家里。我冷笑，我每个月交这么多生活费，这叫让我住吗？那也是一家人互相照应，一家人。我摇头。张明，你听清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是一家人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离婚。离婚？张明愣住了。你因为这点小事要离婚？小事？我笑了。我的嫁妆被偷，我的人格被侮辱，你说是小事？妈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她就是想帮丽丽。那你现在选择吧。我看着她，要么你让你妈把我的东西还回来，要么我们就离婚。你别闹了。我没闹。我拿出离婚协议书，这是律师给我准备的离婚协议，你看看。张明接过来一看，脸色更难看了。你居然真的去找律师了？我不去找律师，怎么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？李文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站起来，我告诉你什么叫过分。偷别人的东西，骗别人的钱，还反过来说
别人小气，这叫过分。你真的要离婚？是的，你不帮我妹妹，我们就离婚，正合我意。张明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我这么干脆。你真的铁了心了？是的，那你也别想要回嫁妆了，我要不回来吗？我冷笑。张明，你以为法律是摆什么？法律？是的，法律。我拿出律师的意见书，我的律师说了，嫁妆是我的个人财产，任何人都无权处置。你们偷卖我的嫁妆，涉嫌盗窃。张明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你真的要起诉我们？如果你们不还，我就起诉。我们是夫妻，你起诉我，是夫妻又怎样？夫妻也不能偷东西。张明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好，我让妈把东西还给你，但是你也不能离婚。晚了。我摇头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李文，你真的这么绝情？绝情？我笑了。你们偷我东西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绝情？你们什么？我打断他，你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，只是把我当成可以随意剥削的外人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张明知道挽回不了了，只好去找婆婆商量。1个月后，我成功离婚了。通过法律途径，我拿回了大部分嫁妆，金镯子和翡翠手镯已经被卖掉了，但我拿到了相应的赔偿金。我搬出了那个家，在市区租了一个1居室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我换了工作，在一家外企做财务主管，工资比以前高了1倍，没有了那个家庭的负担，我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。至于张明他们，日子就不好过了，失去了我的经济支持，他们家立刻陷入了困境。婆婆没有了我的生活费，开始抱怨生活困难。小姑子因为买不起房，王强最终和她分手了。30多岁的她重新开始找对象，但是条件更加困难。更糟糕的是，邻居们都知道了这件事，听说张家的儿媳妇被他们逼走了。是啊，张桂花偷儿媳妇的嫁妆被发现了，真没想到，平时看起来挺老实的一家人。老实？张桂花老实？你是不了解她。婆婆在小区里再也抬不起头了，公公张建国也开始后悔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动李文的东西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婆婆还在嘴硬。你看看现在，丽丽的婚姻黄了，李文也走了，家里经济困难，你满意了？我也不想这样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是为了丽丽吗？你为了丽丽就可以偷别人的东西。婆婆说不出话了。张明也开始后悔了，失去了我这个贤内助，他的生活一团糟。以前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现在没人管理，家里乱糟糟的。最重要的是经济压力，以前我的工资全部用于家庭开支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工资，根本不够用。他试图挽回我，但被我拒绝了。李文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不好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张明，你不明白，问题不是会不会再发生，是你们的人品，我们可以改。我摇头，一个人的3观是不会改的，在你们心里，我永远是外人，我的东西永远可以被随意处置，这样的婚姻我不要。张明知道没有希望了，只好放弃。小姑子的日子更难过。30多岁的单身女性，在婚恋市场上本来就处于劣势，加上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，很多人都知道了张家的丑事。听说张丽的嫂子被他们逼走了。是啊，他们偷嫂子的嫁妆买房，被发现了。这样的家庭，谁敢娶？小姑子的相亲屡屡失败，她开始怨恨我，都是李文那个贱女人，要不是她，我早就结婚了。但是抱怨没有用，现实就是现实。她错过了最好的结婚机会，现在想要重新开始，难度大了很多。1年后，
我们公司年会，同事们都说我气色好了很多。李文，你最近看起来精神特别好，是吗？是啊，以前你总是看起来很疲惫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可能是工作顺利吧，不只是工作，是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。我淡淡一笑，有些人和事早该断舍离了。我没有详细解释，但心里很清楚，离开那个家庭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现在我的生活很简单，但很充实。工作上，我得到了老板的认可，薪水也在不断提升。生活上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我开始学习新的技能，参加各种培训，提升自己。我也开始有了新的朋友圈，都是一些积极向上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再需要为别人的贪婪和自私买单。我的钱，我自己做主；我的生活，我自己选择；我的未来，我自己规划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有时候，我也会想起那个家庭，但不是怀念，是庆幸。庆幸自己及时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，庆幸自己有勇气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庆幸自己没有继续被他们剥削下去。现在，我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他们过着自己应得的生活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